这份协议是1个月之前签的。嗯。那么林家映是什么时间认识耿星虎，又是怎么认识龙斌的呢？也是在1个月前。那也就是说，他们认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签了。他们以借款必须由出借人扣押担保人的各类证件为由，骗取了佳映姐的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房产证，还有离婚判决书的原件。这是林家映的陈述，龙斌肯定有另外一套说辞。龙斌是骗子啊！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是骗子？他肯定是和耿星虎串通的。证据呢？因为带他们做公证的人名字叫做将军。将军是骗子的意思吗？带麦飞爷爷做公证的人名字也叫将军，所以我怀疑他们是个团伙。就像您上次跟我说的，他们这种人都是有剧本的，他们有好几套剧本，对不同的人下不同的套。不是说你怀疑，你觉得，是要有证据。证据。去公证处签字的时候，应该是有录音和录像的。那就请你去公证处把录音和录像全都拿回来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。要回来。怎么了？你不要去了，我去。我可以的。你不可以，你没有律师证，他们很可能不配合你。把这个材料回去再梳理一下。林家映应该还有些事情没告诉你。他应该全部都告诉我。他肯定对你有所隐瞒，再去问。罗老师，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啊？林家映不是一个诚实的人。你既然不相信他，那你为什么要接他的案子？是啊，我为什么接呢？我现在还真的有点后悔。难道说我当时只是头脑发热？哦，对，因为有人在我耳边说为了正义冲啊，所以我就冲出去了。德斌，你有空吗？我刚好要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怎么了？有事儿吗？封印跟你说了吗？什么事儿？你最好别沾林家映。谢谢，我已经沾了。你可以找个理由拒绝。我找不到理由。比如说你病了。我没病。我不能咒我自己。罗律师，我刚好要出去一趟。我不是来找您的。知道林家映为什么找不到律师吗？不是因为他没钱，没钱可以打风险代理，而是因为他的案子风险太大。我喜欢风险。不值当。他们找我麻烦也不值当。小偷团伙作案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提醒失主，他们会把那个人往死里打，而且是当众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了他们以后偷东西的时候，再没有人敢说话。我刚才碰见罗宾了。那你有没有跟他说你是过来找我的呀？没有，当时还有一个女的追着他说什么事儿呢？哦，黛西，对不起啊，我跟他说点事儿。啊，那你在那儿等我一下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知道啊，莎莎嘛。那你知道他跟任小年什么关系吗？怎么了？他来找你干嘛？咨询呗。我是问他来找你，你跟罗宾说了吗？还没有，他叫我先别跟别人说。他叫你别跟别人说，他大摇大摆来咱们律所找你。他本来呢是想约我在外边见面，说要请我吃饭，可是我没有时间。你也知道的，现在何塞老师让高峰管着我们，我们但凡不在律所就要跟他汇报，去干什么啦，去哪儿啊，恨不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长一点都要跟他讲。我是提醒你，鉴于任小年跟他关系特殊，鉴于任小年跟咱们律所关系特殊，你最好不要沾。明白了。
嗨，我来了。他是不是不让你管我的事儿啊？你怎么哭了？啊？你是律师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这个分手它是属于私事儿，不归律师管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共同财产需要分割什么的，那还归律师管一管。我就是有啊。您什么时候要？越快越好，越快越好，不要写成流水账啊！不要写成流水账。要找到跟你核心观点对应的事实，或是能印证你核心观点的事实，着重陈述，加深印象，明确诉讼目的。好的，着重陈述，加深印象，明确诉讼目的。你不要简单的重复我的话，好不好？不简单的重复您说的话。诉讼律师的最高境界就是律师的代理意见成了法院的判决意见。我没有重复您说的话，但是你说了我要说的话。律师的代理意见做了法院的判决意见，这就是诉讼律师的最高境界。何老师，我努力争取达到最高境界。越快越好啊！但是千万别写成流水账，着重陈述，加深印象，明确诉讼目的，逻辑清晰，表述重要事实和你所持观点的关系。诉讼律师的最高境界，那就是自己的代理意见做了法院判决的意见。对了，律师的代理意见做了法院的判决意见，这就是诉讼律师最高的境界。哎，你现在很不错嘛，啊，说出了我想说的话。是你说了何塞老师想说的话吧？我觉得何塞老师说的对啊。哎，咱们律师在法庭上引用的法文，那不都是别人写好的、说过的吗？哎，你最近跟孟小雨走得挺近啊。你可别误会啊，是他想跳到咱们所，我们俩别的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我倒没误会啊。顾杰之前不是也挖过我吗？可是后来我没去他那，就是因为觉得跟孟小雨在一块工作，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尴尬。我说，你俩不会真谈过恋爱吧？没有，真没有。那你尴尬什么？他到处跟别人说我跟他谈过，其实我们俩就是一块上了一个考研培训班，最多就是在一块吃过几顿饭，别的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你这个事儿吧，我最多也就只能给你提提意见，因为我只是罗宾的助理，我不能够自己单独接案子的。其实我在找你之前，我已经找过他了，可他立马就拒绝我了，肯定是怕得罪任小年。不可能，罗宾他绝对不是这种人。如果他拒绝你，一定有他拒绝的道理。是这样的，任小年呢，他之前是我们律所的客户，虽然他后面换了律所，已经不是我们的客户了，但是严格意义上讲，如果你要跟任小年打官司，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你的委托的。那为什么呀？因为利益冲突。可任小年都不是你们的客户了，这有什么利益冲突啊？按照律师职业利益冲突审查制度，在担任常年或者专项法律顾问期间，或者合同终止1年之内，在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为法律顾问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对立方接受。我一句都没听懂，你说慢一点，我真的听不懂。我说简单一点好吗？就是我们曾经是任小年的法律顾问，现在虽然他换了律所，但是在1年之内，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他对立方的委托的。如果说你要和任小年打官司，那么你就是任小年的对立方。可是现在马上满1年了，马上满1年，他也没满1年呀，对吗？差1天都不行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要是太为难的话，你介绍你的同学或者朋友给我也行，只要是你信得过的，我求求你了。黛西，我求求你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喂，佳颖姐。黛西呀，我接到法院寄给我的起诉书了，他们告了我，他们真的告了我，你说我可怎么办呢？您别着急，我现在马上过来找您一趟，您等我啊。好，拜拜。
这样吧，我介绍一个我的前同事给你。哦，好，你信得过就行。罗老师，干什么慌慌张张的？这个，林佳印跟我说，当时耿新虎追他追得非常紧，他们本来打算合开一家公司的，这个协议是耿新虎主动提出来的。这是一份入股协议。没错，根据这份协议，林佳印和耿新虎打算合开一家公司，他们的注册资本一共是5000万，林佳印占5%的股份，也就是250万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？因为他之前也没告诉我。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他对你有所隐瞒，你偏不信我。我也问他了，他跟我解释说他不是有意隐瞒我们的，是他自己都忘记了签过这样的一个东西。他忘记了？那你有没有问过他还忘记了什么？哎呀，那些就先别管了，就光这份入股协议本身就非常非常有问题。您想想，5000万的注册资金，5000万，如果真的有这5000万的话，他们怎么可能还会缺林佳印这套房子呢？他的这套房子根本就贷不到几个钱。从民事法律关系上看，对方起诉林佳印有证据，可以申请法院直接执行，但是林佳印起诉对方诈骗，缺少证据。龙斌用的是真实身份证和真实姓名，有走账记录，还有他林佳印的签字，形式上是完备的。这是典型的恶人先告状。但是对方证据确凿，因为他们打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要打官司，所以他们的证据链条是完整的。他们是一个团伙，他们合起伙来去骗林佳印，有人扮男朋友，有人扮投资人。他是弱智吗？他是受害者，他还不如是弱智呢。哦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这肩膀抽筋了，有点疼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你瞪我干什么？你以为你眼睛很大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最好想办法证明他是弱智，或者他精神有毛病，这样我们的胜算还能大一些。罗老师，这事儿真的不能怪他，他面对的可是一个团伙。怎么证明？啊，将军，您找到将军了没有呀？我不用你教我怎么找人，你现在闭上嘴听我说，马上现在再去找林佳印，告诉他，让他回忆起每一个细节，还有电话、微信记录，每一条全部都想起来，包括耿星虎的、龙斌的和这个案子完全相关的每一个事情都要想起来，要相信你，不要难为情，每一条都要给你听，你也要听下去，好吗？他说这是他的隐私，怎么办？那就告诉他。我的原则是我从来不接我不相信的案子，我也不接不相信我的客户。怎么了？牙齿也不舒服？好笑吗？还有，记住，以后不要在我背后搞小动作。我背后有眼。给你的独家配方。有事儿找我？你忙吗？还好，你说。那我就长话短说了。我是我姐的助理，但是她手头上没有什么案件。你要是有其他的小案子呢，自己忙不过来的，你可以给我来做。可以啊。那个裘皮大衣丢失的快递案，是不是快开庭了？你对那个案件感兴趣？嗯。好啊，你去找黛西说，
好的。佳音姐，您现在有空吗？我想过来找您一趟，有些情况需要了解一下。嗨，还没下班呢。我要去见一个当事人。很讨厌的当事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都在你脸上写着呢。亲爱的，罗宾让我告诉你一下，那个快递丢失案交给我做。罗老师，我觉得您这样做特别的不对。你怎么可以把我前期已经几乎快做完的案子，你就这么移交给兰兰了？是，我是你的助理，这一点错都没有。但你不能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吧？你这样子的话，说的轻一点，你这是没有顾及我的感受；你说的重一点，你就是根本就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。哎呀，对。说完了。那我来总结一下。你冲进我的办公室，先是质问我为什么把这个快递丢失案交给兰兰，然后强调这个案子是你的，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给了兰兰，就是对你的不尊重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明确一下。首先，这个案子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因为你不具备独立办案的资格。其次，我们现在律所有非常多的案子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，尤其是林家映的案子。按照我的原则，我是不会接的。但是按照你的原则，我接了，本着对客户负责任的态度，既然接了，就要全力以赴。所以说，放手一两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完的案子给需要案源的同事，这有什么错呢？再说了，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擅自做主接待了与本所存在利益冲突的案子，这怎么算呢？我已经跟莎莎说了，我们不能接受她的委托。然后呢？我事先并不知道她找我过来什么事儿，她在电话里也没有告诉我，所以我还以为是跟她个人或者是她亲戚朋友出了什么事儿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儿跟任小年有关系。那在你知道了跟任小年有关系之后，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就让她去找别的律师了。没有给她推荐别的律师吗？他求我。我问你的问题的重点是你有没有给他推荐别的律师，而不是他有没有求你。范小天，真是有爱的行为。小金刚刚接到法庭的电话，通知他下礼拜开庭。你跟小金商量一下，就说我给他推荐一个全球排名前10法学院毕业的律师。你不亲自出庭吗？你现在就去跟兰兰交接一下。去啊！好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忽然有点崇拜何塞，因为他的助理从来不敢跟他对抗。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你也经常会说何塞，如果他找的人连他都不敢对抗，那怎么期望这个人去和邪恶对抗？没错，我还记得何塞非常生气，说我羞辱了他。因为你把他和邪恶相提并论。有的时候正义也会和邪恶相提并论，比如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。